我们居民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多倍。我们现在有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，各种生活非常便利，物质上比我们的父辈富足非常的多。但是现在的人好像并没有比我们的父辈更幸福，反而是更加的焦虑，压力也非常的大。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本重要的书《金钱心理学》。这本书一经发行就成为畅销书，已经被翻译成43种语言，全球销量达到70万册。相信很多人在书店肯定见过这本书。听说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什么？永远不为金钱发愁的财富思维，这么厉害吗？是的，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很有意思，要和金钱打好交道，行动比聪明更重要。因为聪明或者是说有金融专业知识的人，与能否对金钱做出理性判断完全是两回事儿。这话怎么说哈？能举个例子吗？这本书的开头就讲了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，一个是哈佛毕业有 MBA 学位的人，他在大型的金融机构当上了高管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是最终因为贪婪，这个人破产了。另一个例子呢？另外一个例子就相当于是一位普通的保洁阿姨，通过多年的理性投资和稳健的理财，积累了超过500万的资产。天哪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这就是金钱世界有趣的地方，即使拥有高深的金融知识，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有可能会破产。那相反即使没有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普通人，只要践行简单的行为准则，也能够成为财富自由的。所以是不是就不用因为自己没有金钱知识觉得很沮丧对，这就像很多人都知道多运动对健康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并不一定真的就去运动。医生虽然懂了很多健康的知识但如果医生天天熬夜不运动，那再多的知识也没有用。说到实践很多人可能就会问，为什么我要努力的去存钱理财呢？这就要说到金钱给人生带来的最大价值——自由。虽然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，但共同点都是想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能够在想要的时候和想要的人一起做想要的事情，这就是自由。所以金钱就是实现这种自由的工具啦。没错，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些存款，生病请假，你就不用担心工资被扣的问题。而且如果你有更多的存款，那你也不用害怕领导的眼色，因为即使领导对你不满，把你开除炒鱿鱼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还有什么例子吗？如果你有足够的存款，你可以选择去做那些虽然工资很低，但是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甚至可以辞职去创业。或者你不想上班也没问题，住在理想的城市，专注自己的兴趣爱好。说到自由最近经常听到 FIRE 这个词，为什么这个词会这么流行FIRE 其实是4个英文单词，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财务自由、提早退休的意思。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现在的很现实的情况。现代人虽然有很多的物质非常富足，但是他却失去了对自己的时间的控制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理解我们看数据就知道，从1995年到现在我们居民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多倍。我们现在有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，各种生活非常便利，物质上比我们的父辈富足非常的多。但是现在的人好像并没有比我们的父辈更幸福，反而是更加的焦虑，压力也非常的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改变了。过去大多都是体力劳动，下班走出工厂就结束了。但是现在有了手机，有了微信，随时随地你都会收到你的工作消息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完全被模糊了。
确实哈，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卷，觉得下班后还要回家工作，还要收发信息、微信那些的。以前的工人啊，在工厂下了流水线就真的结束工作了。但是啊，现在有了手机，有了电脑，在地铁上，在做饭，在哄孩子睡觉，甚至半夜醒来啊，都可能在想着工作的事情。那存钱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？这就是作者强调的重点。即使啊，你没有考虑过 FIRE， 也就是说财务自由、尽早退休，但是啊，存钱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，谁也说不准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存钱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准备。即使没有特定目标，有存款就有更多选择的自由。这么说，存钱不只是为了买房、买车、孩子上学啊。对，我们通过一点点存钱，就是在夺回被他人掌控的自己的未来。而且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存钱就更显得重要了。那我从怎么存钱呢？我觉得收入也不够啊。存钱啊，其实有3个方向。第一个啊，提高收入；第二个，减少支出；第三个，通过投资来增值。虽然说升职加薪或者投资成功都不太容易掌控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那最实际的办法是什么？那最实际的办法就是节约开支，这是你能够最容易控制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吧。这本书啊，我们分为上下2集来讲。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吧。第一啊，金钱最大的价值是给你自由，而不是买车或者买房。第二个，现代人虽然物质更加丰富了，但是啊，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。第三个，每个人都应该存钱，这是为了应对未知的风险，也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自由。下一集我们会讲到什么？下一集啊，我们就会讲投资最重要的建议，保持耐心，静待时机。那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分享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啦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